這就是我們今天的主角，來自 SPO 的 Game 1.5，幾乎貫穿整一個鞋身的超大 logo， 配合上鞋面上这一個極具質感的熱熔鍍膜，單論顏值和質感啊，都是我個人認為 SPO 現有所有鞋款當中最出色的，在球場上一定會特別吸睛。而它的中底這一次也是用上了這個硬度提升之後的爆發 2.0， 單支 42.5 碼的重量，差不多在345克左右，配合上十分合理的重量分布，上腳之後的實際體感重量十分輕質，完全不會成為我們在球場上的負擔。OK， 那基礎配置啊，差不多就是這樣。如果你對這一雙鞋還挺感興趣，那接下来就跟着當子的節奏，一起來深入了解一下這雙 SPO 的 Game 1.5。首先在腳型適配方面，這一次的 Game 1.5用的是一個正常偏寬的鞋楦，對於正常腳型或者是寬腳的兄弟会更加友好一些。如果你跟我一樣腳型偏窄，也不用慌啊，因為系带系統足夠靠前，一直都是 SPO 的一大特色。我們只要把鞋帶拉緊，就能得到足夠出色的包裹鎖定。在做一些大幅度變向或者是在防守受到对抗的時候，雙腳在鞋內都不會出現位移，在急停急起的時候也完全不會有頂腳趾或者是掉跟的情況出現。不過窄腳的兄弟們啊，有一點需要注意一下，因為這一次 Game 1.5所使用的這個爆發 2.0 鞋墊是一個全發泡的鞋墊，沒有中底部，而且它表面顆粒的摩擦力也並不算特別大。在穿着一段時間，當鞋墊表面被汗液浸濕之後，雙腳與鞋墊之間就會出現一些輕微的打滑現象。在橫移時，雙腳在鞋內會出現一些輕微的位移，雖然對於實戰的影響不會特別大，但是就這一點來說，這一次的 Game 1.5還是會相對比較適合正常腳型以及寬腳的兄弟們去進行選擇。窄腳的兄弟我並不是特別推薦。而它這一次用的這個梭織鍍膜的鞋面，不管是舒適度還是強度都非常出色，不管做什麼動作，它的鞋面都可以很好的兜住我們的雙腳，並且像是什麼彎折點卡腳啊，或者是鞋帶勒腳之類的舒適度方面的問題，在這一双鞋身上也都不存在。但是不管是 Game 1.5还是 Player 1.5，都存在着一個相同的問題，就是磨後跟。虽然他们的后跟锁定做的都特別出色，但是因為爆發 2.0 這一副鞋墊的緩刃行程會稍微有一些偏長，加上後跟港寶的夾腳偏小，再加上後跟的下半部分填充明顯不足，在實戰的過程中，腳後跟會與港寶直接產生摩擦，穿着時間長了之後會有非常明顯的不適感，甚至是疼痛感。這一點大家必須要了解到。據說 Player 1.5在後續的配色上已經針對這個問題啊進行了改進，有穿過的兄弟們可以在評論區討論一下。而這一個新的鞋墊系統爆發 2.0， 之前我在 Player 1.5上面的體驗其實並不是特別好，鞋墊偏軟，對於像我這種比較依賴爆發突破的球員並不是特別友好，在發力蹬地的時候特別容易被踩穿，整體體驗啊軟大於彈，會更加適合小體重的球員去進行選擇，這也是我為什麼沒有測 Player 1.5的最主要原因。而這一次的 Game 1.5， 它身上所搭配的這一副爆發 2.0 是加硬之後的版本，鞋墊的密度會更高，一上腳你就能感覺到它從之前的軟大於彈變成了現在的彈大於軟，緩震極限也明顯會比之前更高。在我穿它打球的這一段時間裡面，沒有出現過任何一次中底被踩穿的情況，緩震極限完全夠用。我190斤的體重，即使在單純使用腳後跟着地的時候，震腳的感覺也並不明顯。與此同時，它還能給到我們非常出色的中底反饋，在發力蹬地的時候，腳底下的響應特別迅捷，完全不會泄力。在發力蹬地的時候，還能明顯感覺到來自中底的力反饋。不過爆發 2.0 的那種推進的感覺啊，仍舊沒法跟爆發 1.0 去做比較。爆發 1.0 雖然它的重量確實不輕，但是它仍舊是我最喜歡的 SPO 的中底系統。當然，如果你想要的是更輕的重量、更低的重心，或者是更好的腳感，那這一次的爆發 2.0 都可以滿足你。唯獨是那種爆發的感覺啊，它確實比不上上一代，這也是我比較失望的一個地方。畢竟你的名字都叫做爆發鞋墊啊，在這一個點上面沒有做好，多少有點說不過去。當然，除此之外啊，它在中底的其他方面表現都非常棒。在球鞋中段放置了一塊強度十分可觀的抗扭片，能夠提供給我們十分强有力的中底刚性。不管做什麼動作，腳底下的球鞋都能很好的保持住姿態，不會出現誇張的形變。並且啊，因為這一塊抗扭片幾乎覆蓋了整一個中底，這讓 Game 1.5擁有了 SPO 全系最為出色的跑跳體驗。激進的鞋頭翹度加上前插的硬質板材，一上腳它就會讓你有一種莫名的衝動，想去跑，想去跳。而且它的整一個中底過渡也做得非常絲滑，不管是正常跑動還是蓄力起跳，都不會有任何斷層的感覺。想要運動表現加成的兄弟們，這雙鞋的跑跳體驗應該會合你胃口。而且因為它用了這樣一個非常寬大的弧形大底，這能讓它在盡可能靈活的同時還不失穩定。雖然它的中底有前插的硬質板材，但是前掌的彎折體驗沒有任何問題。在做變向或者是交叉步動作的時候，中底的彎折還算是比較輕鬆的，不會有特別明顯的阻力。對於大家的下肢力量要求並不高。
而且因為它的外底造型足夠的寬大，加上它偏低的重心，穿它打球啊，心裡就非常的踏實，在做動作的時候完全不會有任何的後顧之憂。而至於它的外底，同樣也是我覺得跟 Player 1.5一樣開倒車的一個地方，確實他們倆的耐磨啊都提升了，但是 SPO 引以為傲的抓地在這兩雙鞋身上都比較平庸，不是說不好啊，他们的抓地仍舊都夠用，在乾淨的場地上能夠做到指哪打哪，想停就停，但是在有灰塵的場地上，他们的表現甚至都不如以前的 Player One Plus， 就更不用說那些用了液態橡膠大底的鞋款了。確實啊，他們的耐磨都很棒，都可以用來打外場。但是我記得啊，之前有刷到過椰哥說後面會有一款針對外場的籃球鞋，那 Player 和 Game 這兩個系列是不是還是有必要去往耐磨這一方面靠呢？這一點啊，我是比較疑惑的，不知道大家怎麼看。Game 1.5亞當球鞋主觀評級 A 減，它有着輕質的重量、優秀的強度，還有着全品牌最出色的跑跳體驗。這就是一雙風格傾向特別明顯的籃球鞋，它就是為了那些追求運動表現、身體素質比較好的非窄腳球員所準備的。確實，它是一雙非常不錯的籃球鞋，但是它磨腳後跟的這個問題啊，也確實存在。如果這個問題一直不解決，那我就不會把它推薦給屏幕前觀看視頻的所有觀眾。OK， 這就是本期視頻的全部內容了。再次感謝大家觀看本期的洋洋球鞋，那我們下期視頻再見，大家有空來做 ，Peace。